Hello，大家好，我是瑞安。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生活中可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挑战，需要我们去不断的更新，以及调整的部分。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近期人生迎来的转变与突破。那我们今天的牌组有3组哦。那从左至右呢是第1组、第2组、第3组。如果选好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进行到我们的解牌咯。好，第1组的朋友，你们好，你们抽到的是我们的第1副牌组哦。Lead your metamorphosis， 带领你的蜕变。是一个蝴蝶的意象啊。metamorphosis， 它的意思其实是一个蝴蝶的变态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也很对应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哦，就是有关突破和蜕变的这种意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选牌啊，就是在这一组的一个运势方面，在近期啊要迎来的转变与突破。那在近期大家的运势是如何呢？来看一下。好哦，在这一组的状况里面啊，有看到是不是有比较多土象星座，还有一些可能风象星座，摩羯、金牛，对，还有风象水瓶、双子，的朋友哦，在第1副牌组，那这供参考啦。那我感觉到你们是比较走踏实风格的，然后会比较一步一脚印的。虽然你们内心啊其实是有很多新的想法、新的点子，但总是会再三的思索才会去前进的这样子的个性哦。然后你们也会常常回顾之前所可能带领的面临的一些困难，然后你们去思考，你们会从中去思考反省之后可以再怎么做，可以做得更好。那我有感觉到这一组的朋友呢，就是经由这样子的智慧，然后慢慢迎向自己的成功哦。你们是很踏实的一群人。然后，在最近的运势里面啊，你们也在思考是不是要逐渐的往新的方向前进，然后再想说怎么样子可以慢慢的往前走，然后迎接新的就是下一个阶段。对，那我有感觉到你们会受到可能工作的影响，还有也许是家人的影响，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关系的影响，让你们就是会有时候会绑手绑脚的。但是我觉得你们在这样子的情形当中，都可以变得越来越有智慧，是我看到你们就是很不错的这样子的状态哦。然后你们在近期有很想要去面对自己这一块的部分啊，如何前进，然后你们知道说可以再做得更好，
但是这个想法难免会有时候会束缚，因为你们明明想往前进嘛，对。那我们再来看说，要迎接未来，近期你们即将迎接的转变是什么？OK， 好，很不错哦。我感觉到过去以往你们总是可能比较追求稳定，然后追求可能一步一脚印的这种状况，其实对你们来讲，这些都是一些积累哦，都是很棒的。但是未来的你们啊，逐渐了解到自己更想要去执行的层面，更想要往自由的层面到底是什么，然后能不能让自己就是呈现自己的一个价值，然后知道自己觉得对的价值观是什么。我在这里感觉到你们在未来的转变，就是来自于说你们会重新拿到自己的一个王冠哦，在一段很长的旅程当中，你们知道自己可能有可能很多顾虑，然后无法去挥别的可能一些过往、一些回忆啊，然后一些可能无法割舍的事情，常常都会不停的回顾。但你们如今想要走出来了，然后这个走出来呢，是非常的阳光的，而且并不是那么辛苦的。你们已经挥别了过去蛮多很沉重的部分，在这段过程中，你们知道自己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其实感觉得到在，近期的人生转变当中呢，你们会发现这件束缚已久的状态，已经悄悄的能量转变了。就别人会觉得说，你直接焕然一新了。然后这个过程的转变，其实真的要称赞你们的意志力，其实是很惊人的哦。然后他那种悄然无息的转变，会让就是让你变得很耀眼，对，让周围的人感觉到特别的引人注目。因为过往的经验其实已经教会了你很多事情了。那有感觉到这一副组牌的朋友运势也渐渐的回升了，然后运势再渐渐的变得更好。那这一次的蜕变呢，对你们而言是一个别人感觉得到好像你们没做什么事情，对，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已经长达蛮久的一个积累。我们会看到，就是可能之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你们不停的学习，不停的等待，然后直到后面你们终于走出来了，然后愿意回到自己的王座上面，然后让大家看到你们做的成果和成绩，很不错哎。那我们继续看近期的这种人生迎来的转变和突破。好，那有部分朋友呢，就是可能会在在这样子的突破当中啊，会遇到一些选择性的状况。然后那些选择性的状况呢，通常是要让你去更思考自己的方向。那我要说的是说，有些部分的朋友呢，可能在这一次的机会当中，是对你而言是非常至关重要的。然后他们这个状况呢，比较是在亲友之间会有一些，或者是朋友啊，会在耳边
一直说就是有一些讯息给到你，对。有些朋友会收到好消息，这是第一个状况。那第二个状况是，你们要在其中去知道自己确定的目标是什么。对，我们在刚才的牌卡当中有看到宝剑一的状态，所以会迎来一个新的机会、新的消息，然后你的新的思维会在这件事情让你回到你的权杖皇后的一个位置哦，是很不错的，只是要特别去思考你收到的讯息会是什么，因为我们在之前有看到我们的宝剑八，对，然后所以可能会有部分的朋友可能会是因为讯息的来临，让你不知道该不该走出去，然后面临了一些选择。那这个选择呢，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刚好有两张牌都是塔的这种状况。其实塔的意念呢，是在于说愿不愿意突破你的舒适圈。当然，我们可以在塔里面安安稳稳的，可是随时随地可能会迎接新的可能性，也是我们可以去尝试的。所以在这里是要鼓励到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哦，就是相信自己的直觉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智慧，其实你们已经累积了很多智慧在途中哦。那要避免一些小小的陷阱啦，就是这边有宝剑8跟宝剑7，那一个陷阱是陷阱吗？比较是说，可能周围的人会给到很多声音，那你们要好好的去思考，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OK 吗？对，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让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这样做。但是最终啊，要去让你执行的是你自己，对。然后你其实不用太害怕，因为整件事情会蛮明朗的，只要你好好的相信自己哦，那其实是没有很令人害怕的状态。OK，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幅。好，哦，好 ，OK， 好，那我们第一张抽到的是圣杯7的逆位哦。好，然后第二张是那个女皇牌、女帝牌，然后钱币6的逆位，然后权杖8的正位，权杖6的正位，很好哦。其实我觉得能量蛮平均的啦。对 ，OK。那这副牌组的朋友呢，其实在近期的转变啊和突破，大家不用太担心自己的那个就是什么金钱运吗？那叫什么财运，或者是工作运？工作运其实是很不错的哦。那主要的这种状况，其实是在于说，你们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能耐是什么，然后里面一直都有出现抉择。那我觉得在这边的牌面看上来是说，你们已经跨越了很多障碍了。之前你们是还不敢去，就是我们看之前的牌哦，之前的你们啊，都是比较驻足，还在犹豫当中，到底要不要跳出来。有些人可能有面临到说要转换工作，然后可能或是换一个新的关系，对，都有在思考，要不要跳出来。好，可是之后的牌意呢，都有让我看到一个讯息，是说你们会做好自己的
位置，就是我们这里有出现2张女皇牌嘛，女王牌，对，然后就是你们会成为，就是做好自己的王座，然后带上自己的王冠的哦，就是你们会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资源其实也会源源不绝的回到你身上，因为你们其实积累的无论是智慧或者是自己的心态。然后灵性方面，你们都已经很成熟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其实整件事情会很顺的直接发展哦。对，所以你们之前的努力根本没有白费，而且就是很像蝴蝶本来就应该要去做一个蜕变，你们只是引来了你们自己的蜕变。所以对，这样子的消息真的是很好哎。然后有部分的朋友会有海外的一个机会哦，就是可能会有新的交友圈啊，然后可能新的工作机会啊，然后就是在于说你们要挑选哪一个，有很多机会会给你们去选择，然后你们其实就是会用你们的就是你们自己的想法选到一个最好的。一切都是这么的顺利哦，很顺利。然后以前你们可能比较不敢的，逐渐变了。你们有一些新的变化，来自于说你们的心态变得跟之前不一样，就是你们的心态已经开始不是只是在那里等待了，就是你们。运势可能也是运势起来了，然后周围的贵人运也好，工作运、财运都很顺利，只是你愿不愿意跳脱出来，然后愿意相信自己，然后愿意乘这个东风，然后直接到你要的位置上面哦。对，然后在未来的这种状况啊，其实是会名利双收的哦，就是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满足，或者是得到自己等待已久的无论是消息 offer， 或者是一些机会，或者是说跟其他交友圈扩大的这些状态，你都会感觉到很满足哦，因为其实你已经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所以有部分朋友可能还在彷徨犹豫，那你们可能就是要勇敢去迎接哦，因为其实每一次的蜕变还是需要去有一个调整。心态上面的调整，然后要相信自己，或者是说要去做一些等待啊，都是不容易的。对啊，因为我们之前一直等很久，就是突然来临了某些事件，让你们其实是有吓到的。可是宇宙在这边是有告知说，不用太担心，接下来的转变呢，即将要让你起飞了。然后你在这一段的沉寂啊，并不是说是白费的。你在这一段的沉寂的期间，是你在思考，你在去整理自己，然后你在让自己知道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宇宙的好运即将要来临了，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牌哦。好，那这张牌是 Notice。好，我们会看到，就是兔子好像气喘了，跟这一张牌很像哦，都打雷。是不是在这一副牌组啊，有的朋友有遇到一些可能比较沉重的事情啊？对，然后所以你们曾经有觉得说可能很害怕自己在这个意外之中就没办法了。可是有时候我们在碰到一些意外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碰到这个意外的时候，在没有碰到之前，总是会想象那个未知，感觉到很可怕。
但是其实这一副牌组的朋友是很勇敢的哦，不然你们不会有2张女王牌在这里哦。就是其实你们是不怕这么多考验的人，然后所以你们才能迎来你们的蜕变，然后你们的变化哦。然后呢，这样子的牌意啊，通常可能是一个蛮大的失去，让你去看到你想要的东西，或者是经过了某些煎熬，你才会知道你真正想要得到或是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有些朋友还没走出来，就是可能遇到一些很大的一个挫折点，但宇宙是要跟你，就是鼓励你，不要担心，这个蜕变会过去，你也还安全，你是稳稳的被宇宙给保护着的，不要害怕，你即将要迎来你的蜕变了，你的转变了。如果还没有，就是还在这个状态的朋友，不要担心，好好的整理自己，准备自己，出发。它在这里呢，这是一个符文的符号，它的符号是在这边，在这里。好，它这个符号呢，其实是可以招来自己很多需求想要的事物，对，所以你们要去想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以前可能会我先放这里哦，以前可能会想说要一个安稳的状态就好了，所以之前的你们经历了某些状态之后，常常会回顾以前的过往，以前的舒适圈，然后就在想说，是不是要回去啊？是不是以前的生活比较好？可是这是给到部分朋友啊，还没走出来的朋友，对，有部分朋友已经从这边走出来了。那这一副主牌的讯息呢，都是在说不要太担心，你们即将要迎来你们自己的丰盛和机会哦。而且后面的机会是源源不绝，会让你感觉到很有成就感。你们会感觉到这些一切都是上天宇宙所给予你们的礼物。然后让你明白这些都是过程，让你们成长哦。然后你们会知道说自己有一些界限是不可以避让的。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在情感关系里面 ，soulmate， your soulmate is already with you in spirit。你的灵魂伴侣已经在精神上与你同在哦。Believe this。And that will manifest physically。去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会显化出来。好，那这给到部分朋友是说，就是你的灵魂伴侣已经在路上，或者是就在如果单身的朋友的话，就是说他已经正要出现了。然后，如果是已经就是有交往的朋友呢，他呢就是会跟你非常的好。他怎么讲？就是他跟你的关系呢会越来越稳固。然后你要去相信你们之间的精神的关联，对。然后如果有断联的，或者是说有一些暧昧的，这也是一个好的讯息。是在给予这副牌组的朋友呢，是说，就是你们即将会迎来的灵魂伴侣呢，是你很符合你的精神状态的。那有时候这个成长是双方的成长，有时候可能一些考验，爱情之间的考验呢，它会去让彼此的精神更为契合，然后连接得更加顺利。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在这个旅途中变得越来越好，然后精神状况、灵性的程度都会越来越大幅的提升哦。好，那我们的下一张牌哦。
这个是一个手印 ，security in good hands， 一个安全的手印哦。这个是 Kidney Mudra。好，这手印呢，它是对肾脏有好处的，具有温热镇静的作用。它让我们会像孩子一样，在需要时寻求安全感，寻求安全感和陪伴。我们可以在那些仍然与我们在一起的人，或那些已经在来世的人，或者是更高维的人身上找到这一点。就是说，你在结这个手印的这种状况，你在结这个手印的时候啊，会感觉到有很多安全感。那这个安全感会有一种高维的例如指导灵啊、守护灵在身边，让你觉得你有安全感和一个被陪伴的感觉，它会有一种镇静的作用。那它会让你感觉到很舒适哦。那我们在底下有看到这一排字是说，我像孩子一样寻找，就是并找到人间和天堂的庇护所。它承载着我，关心着我，充满爱的拥抱着我。对，所以它这是一张有安全感的手印哦。就是我觉得，因为今天呢的主题是迎来转变和突破，我们其实是很害怕一些未知的新的变化。对，那所以我就安排了这一副牌卡哦，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有一些结印啊，因为我们有一些手印其实是对我们可能生理上啊、心理上都很有帮助的。那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调整看看自己的状态。对，然后大家在这副牌组其实就不用太过担心哦，因为其实有些转变是必然的。那大家会知道说，有些可能也是宇宙的推动，它或许你在这一次的很大的推动时，发现了可能自己原本的价值观，还有一些亲朋好友一些断舍离的关系转变了。对，那其实不要太担心，因为其实你们会又迎来新的交友圈哦。然后你们自己的一些就是人生信念也会开始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都是为了要让你往自己更高的像我们频道名称神圣时间轴一样，就是往更高的一个思维和更高的维度去行走的哦。你们即将要迎来自己人生的丰盛，有些推动是必要的。对，那也祝福这副牌组的朋友呢，就是都可以心想事成，好好加油，然后迎来这一波的就是转变和突破。就是如果有需要帮忙的，也可以私讯我，然后我的 IG 的链接就在底下的留言，就是歌唱的疗愈啊之类的。好，那我的节牌就在这边结束喽，谢谢，拜拜。Hello，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好啊，我是瑞安。你们抽到的是这个天然石哦，我先放在旁边。好 ，unstick the stock， 要去解除这个困难吗？要主动解除某些困境哦。或者是困难，要拆除它。好，那我们先来看我们的第二副牌组的这个运势哦。那第二副牌组最近的运势是什么呢？
好，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啊，你们是一个很在为别人付出是不留余力的一群人哦，所以会承担一些责任哦。然后有些事情你们会想要很决断的去执行哦，然后为的就是可能有一个很理想的状态。我们会看到2张10，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快达到某一个阶段性的结束了，从1到10这样子的状况。可是现在的情形比较是在说，你们是富有可能创意啊或者创造力的人哦，然后在某时候可能需要一些决断，然后你们已经看这件事情看很久了，你们知道你们必须要下一个决断，不然就是会卡在那里，一直会要去承担。你们知道，但是其实你们为什么要下这个，就是一直在那里停留呢？等待呢？就是这个决断有点难去确定。你们当然是希望能达到，就是我们圣杯10的这种状态，可是这个决断好像停留了一段时间哦。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哦。好哦，好，你们要下一个决定诶。好，在这边有看到爱情的，就有关情感关系的一个能量哦，就是说，可能这个关系已经蛮久，有一些僵持了，然后你们都希望能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前进哦。那在这一副牌组，第二副牌组里面的朋友呢，你们在可能能量比较分散一点，有部分朋友是在情感关系。有部分朋友也是有交友上面的状态，那你们共通点是希望把这个关系可以好好的去处理，对，然后获得一个最好的结果。那我有感觉到这一次的关系是需要一些很大的沟通的，在这样子的沟通是不容易的，但是你们要坚强，无论是在关系上面，还是可能在工作上面，或者是人际上面，都需要你们去做一个很大的沟通。那宇宙在这边呢，其实是想要鼓励这副牌组的朋友，你们是可以在就是这样子的结果呢，其实是会渐渐的迎来好的消息。然后不要害怕这个沟通，那有时候沟通会让这个关系会有变化嘛。但是我们看到哦，其实我们最后一张10，然后最后变成20审判牌，所以它是一个未来的结果。你好好的去用自己的理智和情感去说，是不用太过于担心的。然后在这副牌组，其实如果以情感层面来讲的话，你跟你的情感关系，我们看到圣杯国王跟圣杯女王嘛，对你们2位就是已经就是有感觉到是可以克服这个障碍的。然后毕竟你们的情感也经营了一段时间，那如果这不是情感关系的话呢，在友谊方面也是同理哦，就是你们这一段关系，你们这一段关系是有在经营的，所以要适时的去做沟通，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对，那这个状况，当然对于你是需要一个蛮大的一个转变和突破，因为可能过去不是可能沟通跟对方沟通是有障碍的。对，那在这边呢就要好好的去思考。那这边也有象征是说有新的关系，或者是说新的行动、新的思维，
可能是要用新的行动和思维来去执行的。对，然后宇宙在这边是说，无论是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你们都会得到你们想要的成长。因为有时候啊，我们会害怕关系改变，我们当然想要就是可能大家就最后都开开心心的啊，但是你也要去思考你在其中已经扛下了多少压力，这些压力要分担出去，要让其他人理解，好好的把自己的话说出来，好好的驾驭自己的行动，不要就是要注意自己的情绪还有思想，不要让它变成冲动。对，这是里面要提点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哦，就是在这次的转变和突破之中，要特别注意自己的情绪层面哦，然后好好的去沟通你想要陈述和表达的内涵，还有你的主轴。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雷诺曼的牌卡。第二副牌组近期迎来的转变和突破是好，给到部分朋友，因为其实给到部分朋友是说有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你们来讲很困难的，甚至有些人是需要断舍离的，然后去断掉某些关系，迎来一个新的就是新的关系也好，或者是新的工作、新的事业，对，有给到部分朋友啦，对，然后这个讯息是为什么这样子给到你们呢？因为可能里面有些是对你是有损伤的，然后你一直在里面是呈现一种很辛苦的状态，是不平衡的。那你们要好好去思考，因为你们是很善良体贴的一群人哦，所以你们已经承受很多很多，为其他人承受很多很多事情了。对，所以去思考结束这件事情，还有得到这件事情，有时候分与合都不是重点。后面的成长会是我们一直在省思的部分，所以你们一直都在等待某些成果出现嘛？宇宙在这边是要告诉大家，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是说，不用太担心，就是这一次的事件是让你可以设立自己界限的一个好机会。这次的转变和突破是你要成为你自己，然后你知道你的界限来自哪里。对，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哦。这一张牌是我们的 Yagis， 这张牌 Yagis 呢，它符文的图案并没有显现出来。那 Yagis 是鹿角神，是净化污秽的最佳代表，有着很强大的保护性质，犹如人推开危险一样。那也代表着神的庇佑和好运气，也与个人自尊有关哦。好，那这一副牌组啊，我们看到4个小兔子啊，然后去围绕着这个美丽的圣鸟吗？白天鹅吗？对，然后后面还有鹿角，对，就是象征鹿角神嘛。好，那刚好也是有在讲到部分朋友，就是说可能在这件事情里面有遇到一些可能部分朋友啦，工作上有遇到一些小人，然后或者是说关系里面有一些很不 OK 的人，那宇宙在这边是有
让你明白说你要设立自己的界限。那些小人呢，可能是有危及你的一些自尊啊，或者是说有侵害到一些你的权利，所以你才需要去断舍离的这个部分哦。这一次宇宙给你的转变和突破是，你会迎来自己的一个很大的转化，然后这件事情是受到保护的。我们的审判牌，对，你是受到天使的保护，宇宙的保护，然后所以好好净化你周遭的可能朋友关系啊，你长期以来可能感觉到不公平或者是不对等的状态，是不是可以靠着你自己去来设立一些界限，阻止他们，就是来实现你自己你自己想要的一个状态。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第二副牌组近期人生要迎来的转变与突破。好，我们看到这副牌组，我们第一张是圣杯2的逆位，第二张是宝剑国王的逆位，然后再来是圣杯骑士的正位，再来是我们钱币4的逆位，然后宝剑3的正位。在第二副牌组里面呢，有部分的朋友呢是情感的状况是需要很大的一个突破和转变那在这个情况里面呢，你们是知道自己的情感应该要往哪里走的，那有感觉到你们即将会做出一个决定来去确定彼此是不是真的适合对方的。好，那在这副牌组里面呢，我看到就是你们是很体贴的一群。那在这一次的关系，无论是情感关系还是刚才讲的人际的关系或者是工作上的职场的这种关系，都让你们知道说要往前进，就是要前进的方向是在哪里了。因为你们是很体贴的一群，那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常常会有一些疑惑啊，觉得自己可能是不是做得不够好，然后或者是说，会去反省很多新的层面，让你们就是出不来。但是宇宙在这边是要提点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就是说放下这些可能比较沉重的部分，好好去迎接自己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不要太过担心。其实宇宙都在就是安排好的事情给你们，安排好的就是人事物在你们周围。那有时候我们没有去割舍掉一些不好的能量啊，或者是不那么适合自己的能量，新的能量是很难进入在自己周围的那宇宙在这边呢，其实就像我们一开始就抽到这个 Unsteal the Stock， 要解开这个就是困境。你们永远都有自己的选择，要留下来可以留下来，那要解除当然是可以解除，但是不要让自己委屈，或者是说用更高的角度更好的角度去思考你如何可以成为就是你自己的一个驾驭，让自己很舒服的。那里面的价值还是在于说爱自己，要爱自己，其实不要让自己受委屈了，你已经做得够努力了，你为了
为了这件事情已经付诸了很多行动，还有力气了，对，所以你要更爱自己，然后让这样子新的关系，或者是让旧人回来自己身边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是真的是舒服的，而不是自己可能在那里撑着。对，所以要再去思考一下，调整自己的一些频率。对，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卡哦。好，这一张卡是 New Beginning， 新的开始，新的开始。A new adventure awaits. Embrace it and live your dreams passionately. 新的冒险正在等待着，拥抱它，并热情的实现你的梦想。就是说，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其实是一群怀抱着自己价值啊，或者是梦想的一群人哦。你们是很有热情的人，不要让这件事情可能浇熄了你原本想要的一切。这件事情不容易啊，转变总是不容易的，对。然后这个突破也很难割舍，不是说放就放。宇宙在这边是有说会有新的能量重新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哦，然后你也是受到宇宙的庇佑，不要太担心。然后会有新的关系重新进入在你的生命。对，好，那我们再看我们最后一张哦。Internal change, it will pass。 好，这个是手印的卡片哦，就是我想要让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在讲人生迎来的转变与突破，所以希望借由手印可以舒缓大家的身心层面啦。对，然后这一张呢，它是生命之轮的手印，后面我们看一下哦，可以截图看一下。那我来解释一下，生命之轮的手印呢，在各个层面都有镇定、舒缓而且平静的作用哦。你要做的手印呢，是将双手放在胸前，右手掌朝外，右手比左手高一点，面向里面。好，这张牌卡呢是在讲说，雨和暴风雨都会有一段时间都会过去，它就也象征苦难、痛苦都是如此。有时候我们要去接受，可能快乐。那快乐在转动的时候，它也是会有痛苦的层面，所以有时候只是一时的低潮。对，那我们可以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呢，去感受到平静。那做这个手印呢，会帮助到你们获得到平静。那你可以去思考你曾经的快乐、有趣的时光，让你的生命之轮慢慢的转动。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后面底下的一个正念的字哦。我将我的5种感官集中在一切美丽且带给我快乐的事物上。就在最后一段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正念的一个意念哦，可以帮助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可以调整自己的频率。那我们今天的牌呢，就解读到这边哦。给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去思考，好好的去成为自己可能生命之中自己想要做的方向的主人，掌舵的主人，然后去拆解自己的一些困境困难。你们已经所有的突破和改变转变都是不容易的。那这就是我今天第二副牌组的解牌，谢谢。那下次我们再见喽，拜拜。Hello， 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好，我是瑞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神圣时间轴。然后你们抽到的是这一颗蓝色的天然石哦，放在旁边哦。好，这张牌是59号牌，显化，然后去做吧。然后它这一张有一个第三眼的眉心轮第三眼的一个象征哦，只是说感觉到这副牌组的朋友，就是好好的去构思未来的计划，然后去做，你们就可以都做到自己可以实现自己想要的任何愿望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三副牌组哦。我们这副牌组的朋友，可能近期的一个能量是什么？先看一下你们近期的能量。请问宇宙第三副牌组近期的能量是什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那你们要迎来什么样子的转变与突破啊？钱币十，权杖三。好，看看哦，你们近期的能量其实压力很大然后有部分的朋友是在工作上面有想要去决定要不要离开职位，是吗？部分的朋友啦，那有就是有些卡住的状态哦，比较没有情感的层面在这一副主牌，那可能是在这样子的工作，给到部分朋友呢，是在说你们在这个工作的状态里面，很希望能获得自己的价值，或者是找到其中的平衡。你们在工作的这种状态呢，其实知道自己可能想要的是什么，希望自己要有一些跳脱出来的机会，然后或者是说去增加自己眼界啊，或者是去看到各个新的层面，或者是新的成长。你们想要迎来自己内心很多新的成长，那感觉到在这副牌组的朋友呢，卡在这一段这一段能量已经有点时间了。好，那我们感觉到就是说在这副牌组的朋友啊，在近期呢迎来的转变是，你们会有一段自己的一个独处的机会和时间，然后因为你们知道自己想要的价值，或者是迎来人生的一个最终的样貌，就你们有期待你们最终的那个梦想，你们想要达到。那在里面过去的一个能量体现啊，是有感觉到没有那么平衡的，你们觉得可以更好，或者是说你们希望或期待的跟你们实际上做的并没有那么符合，所以其实常常会去触碰到，就是常常在静下来的时候都会去思考到说，你们未来到底要做什么，
或者是说我这件事情要一直下去吗？延续下去吗？这是我要的吗？你们其实常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哦。然后在这个能量看下来呢，有感觉到最近可能未来的几个月就会有一个蛮大的突破了，然后迎来的是说有新的机会，然后有新的往外的一个可能，让你们可以去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新的人际，然后或者是说你们可以去拓展。那这些状态呢，都是要你们愿意去执行的。对，因为你们有很多想法，但其实不怎么敢去真的实践，因为你们也有在一些现实的考量之中，在那里权衡。好，那从牌面的能量上面来看呢，其实是说未来的一些转变和突破，机会已经悄悄来临了。你们在这一段时间还是会不断的去思考，因为这一副牌组的朋友其实是很聪明的一群朋友，就是很聪明的。你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你们常常会可能就是独自啊，或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去想说，你们的计划是什么？只是你们这副牌组的朋友啊，可能不大敢真的跳脱出来去执行。那宇宙在这边是要鼓励这副牌组的朋友，是说，既然你们有想法了，那你们就应该要去做啊。好，那在这里为什么会觉得说这副牌组特别聪明的感觉哦，是在于说，我们一开始抽到可能显化，然后去做的牌嘛，然后这里倒吊人和隐士在这边一起并排，然后我们的宝剑九也在这里。那其实这3张牌都是蛮独自的。你们倒吊人在这边他其实是用不同的思维，会常常去审思的人，然后都有光嘛，我们都会看到有光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其实这副牌组的朋友都会自己好好的去审思，然后去做一些平衡。那宇宙在这边是要鼓励说，这副牌组的朋友不用很担心其实宇宙都有默默的去关注到这副朋友希望达到的，只是你们会你们考虑的太多了，你们会考虑自己到一定的程度，它不见得是完美，但是它的那个标准值可能跟常人比起来是还蛮高的，是你们要求的高度是有一定的难度。那宇宙在这边想鼓励第3副牌组的朋友，就是一步一脚印，慢慢来，但是要执行。OK，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第3副牌组近期的运势哦。哇，第3副牌组，好，看一下，好 ，OK， 多抽1张牌啊。好，我们看雷诺曼牌卡，就是说，其实，你们近期的运势来说啊，就是真的有很多自己很喜爱的、热爱的东西耶，或者是说你们热爱的想法啊、心情啊，其实是很可以能感染到周遭的人哦。但是其实你们很怕，就是你们很怕看不到的事物，你们很怕未知的来临，或者是有减损的情形。对，然后就会影响到你们的行动对，可是你们对事情是很有热爱的，然后或者是说你们对
新的事情来临的时候，都会很积极啊、阳光的去对待它。那也可以把很多事情都完成的很不可思议了，几乎是完美的这种情形。只是你们会常常看到，可能有减少啊，或者是不够好的情形，你们就会觉得会担忧，会觉得不行，或者是怎么样的，会绑手绑脚。好。但是其实你们整体运势是很好啊，只要去做就好了，真的耶。就是只要你们去就是只要你们去执行你们内心想要的计划，就可以去达到很多事情，做成很多事情，所以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们要去面对的就是这个突破，你们要去转变的这个突破。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哦。再看第3副牌组要迎来的转变与突破，有什么新的？第3副牌组的消息吗？宇宙要给到什么建议给第3副牌组的朋友呢？好的，你们即将要面临的一个转变和突破是，其实你们自己也感觉到自己必须要变化，或者是说你们也知道自己想的念头都是还不错的，对，只是你们之前都不会去看向自己的那个念头。我们第1张抽到的是圣杯4的逆位，第2张是愚人牌的正位，权杖侍者的正位。然后月亮牌的逆位哦。好，那就是从牌面上面看来呢，其实你们已经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只是一直在想说这样会不会太冲动？你们很怕自己可能一个冲动就走错路了，但是又很希望可以执行。那其实实际上的你们啊，这里也有月亮你们要去顺从自己的直觉啊，因为其实你们是天生的显化师哦。怎么说呢？其实平时你们也有一群好朋友，然后贵人运也不差。那如果愿意去执行，用你们的热情还有那种热爱这件事情的想法去做的话，你们会执行得很好哦。对，然后现在的你们就是即将要迎来的转变和突破是，你们即将会看到自己有新的机会。以往你们看到那些机会，可能就是不敢碰，或者是说不要推掉了。但是你们最近近期的你们会即将迎来新的机会，然后让你们看到，这个可能哦，你们会去执行新的计划，然后只差愿不愿意去做，因为你们的可能就是 SOP 啊，可能已经排到第3个、第4个这样，别人可能只有一个 SOP， 但是你们如果确定要这个计划的话，其实实现的可能性是比一般人还来得厉害的哦。对，然后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们不怎么相信自己是有那个直觉性的，对，然后你们也害怕自己可能就是太冲动、太自由，可是这已经是过往的能量了嘛。我们新的能量进来的话，当然是你们要勇敢，要有勇敢的意志，然后让自己可能更用赤子之心，然后来去迎接一个新的可能性，让自己更自由。回想起愚人的精神，然后勇敢的去冒险，朝着自己开心的层面去前进哦。在这个
这副牌组呢有很年轻的能量在里面，所以可以让自己回忆起，就是你可能童真时期啊、孩提时期的那一段时光，是不是很多的障碍都不是问题？何况你已经长大，你已经会去处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件了。所以宇宙在这边哦，其实是在讲说，你不用太过担心。就是虽然你已经看到很多困难的点，你有看到有蛮多的阴暗层面，但是你是可以把事情做很好的人。但宇宙还不止想要跟你这样子讲，他还想要跟你说，你甚至可以在里面去好好玩乐，好好体验这一次的经历，而不是用一种很辛苦。以前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会用太过认真啊，太过认真，然后太过给自己压力的方式来去执行每一件事情了。那宇宙在这边啊，是在鼓励这副牌组的朋友，就是说，如果要迎来这个转变和突破的时候，自己的心态要不要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很享乐在里面的。我们去执行一个活动，执行一个企划，其实也可以从中用一种新的态度去执行它嘛，用一种快乐的方式去完成它，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后在这个途中里面，你感觉到自己更为强大，对，你就跳脱出来原本你不敢的那个层面了。OK， 那接下来我们还看一下还有什么指示的部分呢？我们抽到的是我们这一张牌卡贝卡纳。好，这张牌卡呢是一个兔子在复活节的那种彩蛋跳出来，它复活了，很可爱哦，就是很童真，像我刚才讲的，可以保持这种很精力旺盛啊，然后充满阳光的心情和态度，去迎接那些你曾经觉得是迷雾啊，或者是说很困难的事情。你就像这个兔子一样，重获新生了，然后并且觉得这一切都很可能多彩多姿啊，然后就是一切都觉得很快乐，然后可以重新的让你有新的知识啊，新的想法，然后你会得到很多新的体验，一切的新的感觉呢，都让你感觉到很满足，然后以及快乐哦，愉悦的感觉。好，那这张牌卡呢，它是一个符文哦，就是我们的卢恩符文。卢恩符文的贝卡纳，好，在这边。好，这个符文的意思呢，它是代表学习，然后它原本的意思是华树，代表大地之母源源不绝的母爱，是一颗愿意滋养以及培育他人的。它跟学习教育有关系，也代表着家庭的女性成员，尤其是母亲或自我的重要的别人、重要的人这样子。对，所以在这里呢是比较象征说，可能像刚才讲的，就是一种年轻的能量，见到很多事情都可以用新的方式来去看到它，然后重新学习，然后去面对新的道路的时候，都不会感觉到都可以用新的角度来去看待它，是一个很精力旺盛的一张牌卡。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张，秘密的崇拜者。Someone has deeper feelings for you than they are letting on。有人对你的感情比他们表现出来的更深刻。好，这个意思如果是在情感层面，或者是我们刚才其实这一章也是有讲到家人的层面哦，就是这有几个能量在里面，就是说其实你要做的决定啊，常常你会有一些害怕，可能是因为来自不要让家里的人失望，或者是说你担心你这么做可能会让某些人
就是失望了。那在这边的一个能量是说，其实大家都是很支持你的哦。所以你之前的有所顾虑，是来自于说你也期待去满足可能家里的人，或者是情感对象，或者是朋友，你有一些制约在这上面。好，那宇宙在这边呢，是在说，其实你做任何决定，大家都是支持你的，你只要开心的生活就好了。大家很爱看到你开心，看到你就是为自己的梦想前进哦。好，这是给到一部分朋友。那还有给到可能情感关系的话呢，他就是在讲说，就是你可能有人暗恋你，就是单身的话，可能有人秘密的在暗恋你。那你可以好好注意是谁哦，就是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感对象会出来哦，然后你可能就可以去迎接这样子的人。对，其实，在牌面上面也有去看到说，可能有人是想要很照顾你的，对，然后但是你可能没有发现到他其实对你有意思。那如果是固定的对象的话呢，其实他对你的感情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你们的感情会很稳固哦。然后他其实可能表面上好像没有很在意你，但其实他对你是很喜爱的，就是也是很呵护你的。那至于可能是说断联啊，或者是暧昧的，就是部分朋友呢，可能是在讲说，你的情感对象其实他是蛮喜欢你的哦，然后他很在意你，他表现出来的虽然没有在外表上让你感觉到特别有感觉，但是他实际上是很在意你的哦。好，给到我们第三副主牌的朋友。好，那我们最后一张牌组，这个手印是 Relief， 它是阿潘手印哦。那我们看一下哦，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人生迎来的转变与突破。对，会有这样子的主题，所以就会有希望给予到大家，就是安排一个手印，可以释放掉可能对于大家的一些压力。好，那这一张牌呢是比较就是身心的一个疗愈，可以让你感觉到平静哦，然后解除你的内心的一些冲突。在就是借助这样子的手印呢，你可以排除体内的毒素，还有消除能量的障碍。它会摆脱可能情感啊和精神层面上老旧、陈旧不再合适的模式，然后解决你内心的冲突。我们也可以写，就是拿一张纸写下过去仍然压在你身上所有的事情，没有解决的事情，或者是过去的伤害，或者也许你只想要解决一个问题，你把它全部写下来，然后烧掉这张白纸。透过这个仪式，你就可以把这个障碍和负担给释放哦。对，你也可以把这张烧掉的纸就是让水倒在这个灰烬上，然后再把这个灰烬再倒在可能泥土上面。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仪式，你就可以把这个障碍和负担释放到地球上，让你的未来用一种更轻松的方式来铺平这个道路。好，那我们看一下，因为它最后都会附上一个蛮正念的一句话哦。I am ready to welcome a promised future。我已经准备好迎接充满希望的未来。大家可以试着念出来这个正念的句子哦。我已经准备好迎接充满希望的未来。所以
就是也鼓励到这副牌组的朋友。那如果当你有感觉到压力的话，也可以试试刚才讲的方法哦，然后可以用这个手印让你去舒缓一些压力，还有一些老旧的能量让它代谢掉。那今天我的解牌就解读到这边咯。如果有其他的就是可能想要去聊的问题啊，或者是想要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的话，也可以私讯我。我的 IG 的连接呢，就放在留言栏里面，就是可以再跟我联络哦。对，然后我看我可不可以帮助到你们。那我的解牌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见喽，拜拜。